这些故障真远超了我们想象。我们考虑过环路，考虑过交换机带不动，却从没有想过是网线打错了。有些错误的网线打法确实可以传出数据，但网速可能会千兆百兆来回跳。我们把网线给解决后，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但是第三台录像机还是会出现画面放不大的情况。但是现在还是放不大这一台。哎，放大了能够延时一点点，能够出来了。没有，还是有问题。这边我就看了下电脑的屏保延迟，发现第三台的摄像头延迟还是特别的高，看来还得去交换机那边看下是什么情况了。去那交换机那里。这里面呢？对对，就第三个是在这里面。这第三个全部插满了，我估计是背不动了。不是啊，这个能背得动啊。这个交换机就负责第三台录像机的全部摄像头了，但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交换机应该是可以带得动的。估计是这里哪条线接了环路，才导致监控延迟的厉害，所以我就用电脑接了上去，看了一下屏的延迟。你这个延迟很高了。那现在拔掉一点摄像头试一下行不？还是交换机背不动，还是有什么问题？你这里可能出现了小问题，你这里就已经很高了。把哪条？这条是我电脑的。电脑的。这条是干嘛的？没了。这一把是正常的。应该是这条。这条干嘛的？看看，查查这条。这边运气挺好的，一拔掉这条线，监控延时就都恢复了正常。后面我们查询到，这条线是接到下面这交换机的，正好监控的主线也在下面。我朋友说这交换机已经废弃了，于是就把主线接回了 POE， 结果一接回去后，监控立马就出现了延迟。这延迟不算正常，这条光收发的，一拔了就马上正常。那就这条不对啊，是什么问题？主线一接上去，延迟就上来，难不成是交换机承载不过来？所以我就检查一下这交换机。我看了之后，这交换机，这交换机能背得起吧？哦，百兆的。百兆的吗？原来这交换机居然是百兆的，只有25和26号口是千兆，那很可能是交换机的时间太久了，出现了性能衰减。所以这边我们就换了一个全千兆的交换机，看下换了交换机监控是否都能恢复正常。这已经换了交换机了，是千兆的，你这样单独的都丢包，那不正常了。虽说换了交换机延迟下来了，但摄像头却出现了丢包的情况。后面我们把主线接上去，发现情况更加的严重，开始延迟了，丢包，开始延迟。这边故障很大，把主线给拔了吧。你看一拔了就全部正常了。那这是什么问题呢？其实我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故障。交换机是全千兆的，而且每条线都是直接到摄像头，按理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高延迟和丢包的情况。那这样行不？你看，要不我们把摄像头拔一下，把那个监控线拔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哪一个不正常？喂，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看到，刚才这交换机的数据灯有点不正常，但出现的时间比较短，这里我就给大伙再看一遍。你看见没有？全部断了，全部断了。突然断。10号、9号、8号、4号、5号、6号、2号、3号，线或者设备问题，看见吧？这故障，这什么故障？你看7号，你这样吧，那就看一下是哪里不对。是这下面的不？对对对。摄像头是通过这些配件架才跳到交换机的，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配件架打得不好的缘故。我正打算检查配件架的时候，却发现新拉的橙色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你看，一大片全部断了。你看到橙色线它也会断不？主要是橙色线它也会断，18号就橙色线嘛。橙色线是交换机直接到摄像头了，没有经过任何配件架，就连水银头我也挨个检查了，确实不存在什么问题。
那眼下只能怀疑摄像头本身了。但是我朋友说，这些摄像头都是全新的，都是一批过来的，一般不可能存在问题。就找不出问题，环路应该不是环路。看它这个读秒都不正常，所以打不开。你看55、57、57就不动了，57就变成03了。它这个读秒不正常，读秒卡在那里。部分的就正常。你看这些都正常，这些因为它读秒正常，所以可以马上打开。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8、59都是正常。5、6、7，但是这3个都是在一个交换机，为什么这个出现问题这么大？它现在是读秒不正常，你看见没有？它这个又正常了，但是一会儿就不正常了。正常的就可以秒打开，不正常的就打不开，所以它这个摄像头还是有问题。其实我也说不出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要说环路嘛，其他2个录像机应该也跑不掉，但是唯独这个录像机就是不正常。为了从源头开始排除，我们就把这录像机给拆了，直接带到交换器这里。如果接上去还出现延迟跳秒的情况，那么就是这整批摄像头或者线路存在问题了。读秒都正常，那是光收发的问题。光抒发的，这现在正常吗45、46、47、48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，读秒都正常。我看它打开，直接就可以打开了。那光抒发器的问题。虽说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光收发问题，但是现在能确定的是，这边的交换机和摄像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所以我就让它把光收发接上去，看一下会不会出现丢包的情况。把那条主线插上去，这主线插上去，对，这边主线接上去，但是没有出现任何延迟丢包的情况，所以这个镜头我就一笔带过了。但是更加有意思的是，录像机搬上来以后，拼的一切也都恢复了正常，就连之前灭灯的情况也没有再出现了，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故障怎么消失了？正当我们以为一切都恢复正常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录像机带回了机房，结果一带回机房，这故障又出现了。延迟上来了，延迟上来了。不得不说，这故障确实挺有意思的。我当时判断应该是某个设备影响了监控传输，既然交换机已经排除了，那只剩下光收发了。于是我们就去光收发那边一条一条的测，看一下是哪个光收发负责那边的监控。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这个是。对。行了，你上去换光收发。你跟我换一下，电源也换了。其实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是光收发问题，但是排除了所有可能后，最不可能的也许就是真相了，所以我坚持把光收发给换了下来。大伙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光收发的 FDX 灯没有亮？我们换了全新的光收发后 ，FDX 灯这才亮了起来。去机房看一下。终于正常了。现在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，正常了，正常了。放大，画面放大一下，随便几个画面。
放，多放几个，正常了。供收发的问题，想不到的是，就是这供收发引起的故障。接下来我就填坑下，为什么我之前的电脑单独接交换机也会出现高延迟和丢包的情况，然后把录像机带了上去，故障就自己消失了。那是因为我每次把组件接了上去，供收发它就开始工作，它一旦工作就影响了这个交换机，从而我的电脑就出现了高延迟的情况。但是只要把录像机带上来，这时候的监控数据就不需要供收发传输了，所以就算你接上去，供收发它也不会工作，所以之前的故障就这样合理的消失了。总之这种故障真是可遇不可求，就连我当时也怀疑了半天，但是你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排除了，最不可能的也许就是真相了。好了，本期案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